开门开门！奉旨搜查，再不开门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小主，外面好像是锦衣卫，说是奉旨来搜查的。锦衣卫？云黛联想到被忽然派出去的赵元景。宝兴，你力气大，你去报燕儿，所有人马上跟我从后门离开。他们刚穿过小门，大门就被砸开了。分成2队，一队搜查，一队去把他们追回来。不要回头，朝太和门跑，一边把赵元景派出去，一边派人来搜查。唯有皇帝才能做到。皇帝为什么忽然对太子下手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众人小心翼翼躲避着，路过承前殿附近的小路上，发现承前殿那里特别安静，侍卫的数量似乎比平时多了许多，似乎隐约还有兵器的声音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有人谋反？小主，那个好像是阿泰。魏景泰有些紧张，朝红豆做了个手势，红豆就扶着云黛，让众人躲在暗处。兄弟，这里面怎么闹哄哄的？不该问的不要问，你只要服从命令就行。小子，你新来的吧？是，小的才来没多久，对宫里宫外都不熟悉。这夜里也是够热闹的，我得去弄点冰果子来吃。他说着，故意露出一截子银光闪闪的银子。看不出来，你小子挺有钱呢。哼，都是家里头给的。大哥，不如过去歇歇。来。等侍卫不注意的时候，从腰间抽出短刀，毫不犹豫一刀捅进侍卫的心脏。尹兄弟呢？去哪里了？尹大哥去那边歇歇，喝口酒，让我来替他一会儿。喝酒？今天可是不同以往，若是吃酒误了王爷的大事，你们全都得死。是，大人放心，尹大哥很快就回来。还不快去站好了，今晚别想有任何人出入。魏景泰连声应着，等侍卫转身的一瞬间，猛地抽出短刀，一刀扎进他的后心。现在大门可以出去了吗？卑职已经解决了2名守卫，但应该很快就会有人过来，咱们还是快些。此时的京城已经全乱了，赵元景被派出京城，城门被封，直到天亮才得到宫里出事的消息。确定了是成王和鲁王？确定，如今城门被封，宫门更是被鲁王的人占据，任何人想进出都难如登天。如今的局势对我们不利，万一皇上……怕什么？殿下手上有兵，直接杀进宫里便是。你说的轻巧，那成王谋划已久，竟反了皇上的锦衣卫，如今城里头大半个侍卫和将士都是他的人，何况还有鲁王宫里头，皇上、太后和贵人们全都在他们的手中，怎能轻举妄动？这2个逆贼，他们再如何，也绝不敢伤害太后，否则背上弑母罪名，必将被天下人谴责。鲁王想名正言顺地做皇帝，就绝不会如此。赵元景沉着脸，一直没有说话。他担忧的不仅是太后，还有怀胎6甲的云黛以及年幼的燕儿。我带人进宫一趟，起码要知道宫里的情形。这样太危险了。必须做的事情，就不必讨论危不危险了。进来，你替我去一趟忠永侯府。另外，李良，你去裕王府。前未来，你去找佟将军。大哥，你怎么这副打扮？轩轩，你不知道外头出事了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因为王爷被禁足，所以我平时也几乎不出门的。外头的事情我也不大关心。大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性子。你可真是个糊涂虫啊！你可知道，鲁王赵元齐他造反了？什么？王爷他一直被关在府里，怎么会？他还天天回来呢。昨晚成王逼宫，围了皇城，封了城门，而鲁王就是那个与他里应外合之人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为什么忽然要做这种事？皇家兄弟为了皇位自相残杀这种事还少吗？我不管你信不信，总之这是事实。鲁王造反，把侯府也一起拖了进来。如果不想办法解决，不仅你完了，整个明家家族也就完了。大哥，那我怎么办？轩轩，你镇定点儿，现在宫里情况不明，
也不知太后、皇上他们的安危。我们明家此次进京也没有带兵力，如今唯有你能够接近鲁王，你一定要想法子，起码要知道一些宫里的情形。我知道，皇上、太后，还有戴儿妹妹。雪萱，你稳住了。鲁王既然瞒着你，你就不要试图去质问他，那样只会激怒他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法子的。如果你有什么消息，可以让信得过的人去告诉厨房送菜的老李头，他自然会传给我们。记住了，萱萱，我们不能在这里久留，免得牵连了别人。我先回去了。那行，大哥，你快点回去。明轩眼看着大哥快速离开，才头轻脚重地坐回到了椅子里。他再也忍不住，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。老三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还好吗？儿臣尚且安好，父皇近来辛苦了。成王那个逆贼怎么肯放你进来？外头怎么样了？太后还有太子他们都……果然在父皇心里，只有太子才是您最喜欢的儿子。岳琪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们都是朕的儿子，朕一样都关心你们。如果儿臣告诉您，太子已经死了呢？什么？岳琪，你再说一遍。父皇，您最喜欢的儿子赵元景，他死了呢。皇帝定定看着他，片刻后吐出一口血来。皇上，快来人，快传御医！皇帝靠着床边坐着，神色大悲，眼中流下泪水。岳景怎么会？是谁害了他？是不是成王那个逆贼？父皇，而今成王的人已经控制了宫里和京城，皇祖母也在他手中，无力回天了。儿臣想劝说父皇，还是交出玉玺吧。朕就是死，也不会把玉玺交出来。你是来给成王做说客的吗？你若是朕的儿子，就该去杀了那个乱臣贼子。父皇别太激动，当心身子。儿臣也是为父皇着想。父皇可知如今京城的局势，73名夫人小姐被关在了宫里。父皇觉得那些所谓忠心您的臣子，敢轻举妄动吗？皇帝气得又吐出2口血，眼看着脸色白了一层。鲁王，你别再刺激皇上了。你既然有法子进来，不如想想办法，怎么救皇上出去。出去？除非父皇把玉玺交出来，在退位诏书上签字，否则成王会做出什么样的残忍疯狂之事，儿臣也不敢保证。父皇，您就交出来吧，事到如今还苦苦挣扎有何用？您这样只会害了更多的人。成王造反，祸害苍生，竟说是朕害人。据儿臣所知，太子殿下那个怀孕的侧妃，还有太子的儿子，他们怎么样了？你去告诉成王，如果他敢伤害他们一根头发，朕绝不会饶了他。除了太子的侧妃和儿子，还有晋王的儿子女儿，若要他们平安，就只有看父皇的了。唉，父皇应该清楚，成王既然谋反，他就绝不会回头。他让儿臣来劝皇上，从现在开始，每隔1个时辰，成王就会杀一个皇子皇孙，直到父皇肯交出玉玺让位为止。岳琪，你和成王是一伙的，对吗？你这个逆子，你是我亲儿子，你竟敢伙同成王谋反！既然如此，儿臣也就索性与父皇说得清楚明白点。您的那些所谓忠心耿耿的锦衣卫和臣子，大部分都投靠了他。父皇，您自认为是个明君，事实上您昏聩好色，朝政上毫无建树。虽然我讨厌太子，但不得不说，这些年若不是有太子和秦王支持，大周朝早就烂了。皇帝被骂得脸色一阵阵青白交错，他浑身颤抖，吼道：放肆！所以说您还是乖乖把玉玺交出来吧，这样对您好，
对所有人都好，否则这宫里的血呀是流不完的。朕绝不会交出玉玺，你滚出去！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再过不到1个时辰，将会送来第1个尸体。至于到底是官员家的女眷，还是您的皇孙，父皇，您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殿下，卑职魏景泰。魏景泰高兴坏了，蹦起来像个孩子，然后又扑通跪下行礼。卑职终于找到您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可知道云侧妃和你姐姐的下落？卑职正是为此事来跟殿下报平安的。云侧妃和小殿下都很平安。他们此时在何处？在距离京城不远的一个林子里。昨天卑职发现不对劲后，就赶紧进宫来，正好遇到了往外逃的云侧妃。卑职想着京中不安生，就把他们送到了我自己的一个宅子里。赵元景一颗始终焦灼悬挂的心慢慢落下。那里可安全？殿下放心，都是我自己修整的宅子，除了卑职，没有任何人知道。云侧妃可安好？云侧妃很平安，小殿下也平安。跟着一起出去的还有云侧妃娘家外甥女儿玉竹姑娘、宝兴公公，还有卑职的姐姐，有他们照顾云侧妃和小殿下，殿下就放心吧。阿泰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其实卑职也没做什么，主要是云小主机警聪慧，一发现不对劲儿就赶紧跑了。宫里怕是只有他们几个跑出去了。赵元景没有说话，什么皇位江山，在他看来都不如云黛和燕儿的性命来的重要。既然他们都平安，那他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。很快，承前殿外头就跪了几十名官员，声泪俱下的请求皇上救救他们的夫人和女儿。朕原以为自己是真龙天子，无所不能，谁曾想如今竟什么都做不到。皇上，如今太子已经没了，能够继承皇位的也就只剩下三皇子，要么您就传给他吧。太子没了，朕是应该把皇位给元妻，可他竟背叛朕，朕绝不会把皇位交给他。朕还有2个儿子，元和年纪太小，人在外地，姑且不说，元真手里可是有兵马的，难道他会眼睁睁看着朕不管？皇上您忘了吗？大皇子的儿女也被抓到了宫里啊，投鼠忌器，他怎么敢轻举妄动？难道天要亡我？外面臣子们的哭求声愈发强烈，让皇帝本就悲痛的心愈发焦灼难安。赵元景放低了身影，伏在承前殿的屋顶上，尽量让自己变成一抹月色下的暗影。实在是周围的将士锦衣卫数量太多了。父皇，儿臣救驾来迟。你是人是鬼？父皇您看，儿臣有影子。皇帝下意识低头看向他的脚步，被烛火映出来的影子明显无比。元景，你真的还活着？儿臣还活着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还不明白吗？是成王和鲁王那2个逆贼骗了朕，他们欺骗朕说元景没了，以为这样我就会把玉玺救出来，简直太可恨。太子一直在外头吗？没错，我奉父皇旨意出门查案，直到早上才知道宫里出事了，这才赶紧往回赶。谁知道成王的人已经占据了皇宫，如今看来成王谋划了许多年，才有如此雷霆之事，让父皇毫无准备之下被他得逞。这个狼子野心的东西，早知朕就该废了他。太子，你有办法救我们出去吗？外面全都是成王的人，宫里有2万多将士，1万多锦衣卫，城外还有7、8万兵马，我手底下只有2、3万人，况且宫里还有这么多人质，实在不能硬闯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进宫之前已经命人快马去追小皇叔，距京城300里外的庐阳有驻兵8万，只要小皇叔带兵回来，我与小皇叔里应外合，自然可解京城之围。庐阳距离京城实在是有些远了，也不知亲王什么时候能到。儿臣也思量过，另一处更近的武进有5万驻兵，但那里的藩王也归顺了成王。这个混账！
皇上息怒，万不可叫外面的人知道太子在这里。父皇，洛阳的8万兵力是我们最后的希望，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此。若亲王带不来8万兵力呢？那儿儿臣只能领2万兵力，与成王10万大军厮杀。即便只剩下最后一个兵，儿臣也绝不屈服。皇帝眼角隐有泪光，他慢慢转身走回床边，掀开床褥，露出床板。他不知在哪里按了下，床板缓缓抬起来，露出一个暗格。月镜，这是玉玺，你拿着。事实上，早在3年前，朕就已经把传位诏书拟好了。他拿出一卷明黄色的圣旨，递给赵元景。你8岁的时候，朕就立你为太子。这些年，你果然没叫朕失望。朕传位于你的想法，也从未改变过。只是，你一直没有子嗣，就朕忧心。如今你有了儿子，这自然也不再是问题。父皇，您身子康健，儿臣自当辅佐您，护佑您的安全。你也别害怕，你把这些带走。一旦朕有任何不测，你便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替皇位。至于成王和鲁王，即便他们造反，也只能是乱臣贼子。赵元景想了想，接过盒子，认真说道：父皇放心，儿臣一定替您守住江山。去吧。皇帝摆摆手，转身回到床边。他的背影看着瞬间苍老了许多，他知道自己是出不去了。赵元景离开之后，成王的耐心也似乎用完了。王兄，这可是你亲孙子，把皇位交给我，我饶了这小子一命。否则，只要我手指头轻轻一动，他的脖子就断了。晋王的5岁儿子在他手中挣扎哭闹，撕心裂肺。皇爷爷，救我，救我！成王，你放了这孩子。他才几岁的孩子，你如此残忍暴虐，谁能服你？这时晋王冲进来，扑通跪在地上：父皇，求您救救这孩子，求求您了！皇帝怒目圆睁，猛地吐出一口血，整个人往后倒了下去。成皇叔，快传御医啊！皇帝躺在地上，面如金纸，气若游丝，眼看着只有进的气，没有出的气了。有没有御医？怎么样？父皇怎么样了？把他弄醒。恕臣无能。若是孟御医在这里，使用针灸术，也许能让皇上清醒片刻。孟御医呢？孟御医根本不在门口这群哭闹的臣子里，于是赶紧派人去接他过来。这么一来一回的耽搁下来，等孟御医急匆匆赶到承前殿，一摸皇帝脉搏，已经没了。皇上驾崩了。父王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儿臣不孝，都是儿臣不孝啊！成皇叔，父皇已经去了，您放过这孩子。刘贵妃，你可知道皇帝生前有没有留下传位诏书？本宫为何要告诉你这乱臣贼子？不怕实话告诉你，确实有传位诏书和玉玺，但本宫偏不告诉你玉玺的下落。成王急了：婉雅，你忘了咱们的从前了吗？放肆！你敢直呼本宫名讳？婉雅，从前的事情你都忘了不曾吗？16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见到你，你美得像是一朵最红艳的凤凰花。当时我便发誓一定要娶你。从前的事情不必再提，我如今是皇帝的贵妃娘娘。成王，你谋反逼死皇帝，你怎么变成了这种人？什么贵妃？他仗着自己是皇帝夺人所爱，我恨他，恨到了骨子里头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没有一天不想着你，念着你。成王，你做什么？你放肆，还不松开本宫！婉雅，难道你忘记了我们当初的海誓山盟了吗？那不过是年轻时候不懂事罢了，已经过去这么多年，我不记得了。成王，你滚开！当初你我许下誓言，原本说好了选秀的时候由我选中你，谁知却被皇帝横刀夺爱。
你是不是已经爱上赵靖那个狗皇帝了？皇上都已经驾崩了，你还污蔑他？他好歹也是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亲哥哥。赵莲，你太狠心，太狠毒，太无情。我无情？他赵靖分明已经有了皇后，有后宫被人侮辱，却还是不知足，把你从我身边抢走，他就不无情吗？他自己的女儿舍不得送去和亲，却逼我把唯一的女儿送去北齐，他就不狠毒吗？婉雅，走的把你从我身边抢走那天起，我就发誓，穷尽此生也要毁掉他，夺走他的皇位。只有做了皇帝，才能拥有一切，才能夺回我的女人。婉雅，你看，本王做到了。赵靖他死了，往后这天下就是我的了。你就是个疯子！你打我，我理解你，我知道你心里有苦楚。这些年你也是被逼着跟赵靖。你别自作多情，你也当不了皇帝。我好像记得鲁王说过，你是要扶持他做皇帝的。扶持他？本王辛辛苦苦筹划了10几年，怎么可能为他做假衣裳呢？我跪了一辈子赵靖，还想让我跪他的儿子吗？做梦！婉雅，把玉玺交给我，等我顺利登基做了皇帝，我便封你做皇后，与朕共享这天下，可好？你如此狠毒算计，毫无道义，我怎么能相信你？何况你有你的成王妃。你怎么会跟他们一样？我爱了你20年，念了你20年，这么多年来我忍辱负重，只要一想到你，我就觉得再难再苦也能坚持。除了你，谁也没有资格做我的皇后。婉雅，他召集后宫女人3千，却连一个孩子都不曾给你。在这世上还有谁能比我更爱你？可是我爱他。也许年少的时候，我也曾对你有过一丝心动，但我嫁给了皇上，与他相伴20年，我早已经爱上他，离不开他。成王，时过境迁，你为什么还要执迷不悟？不，你是爱我的。年少时候的事情早就过去了，原来你恨他，背叛他，都是因为我对不起他，我是个罪人。婉雅，你去哪里？你死心吧，我不会告诉你玉玺的下落，要么你就杀了我。刘贵妃坐在皇帝床边，端了水，仔细把他手脸擦干净，又让易公公帮他一起给皇帝换了身崭新龙袍。皇上说过，传位于太子殿下，至于成王，终究是乱臣贼子。传位诏书在哪里？交给我！成王，你别一错再错了。从头上拔下簪子，没有片刻犹豫地扎进了自己的心口。让我和皇上在一起。婉雅，婉雅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吓我！不要！御医，孟御医，快来救救他！孟御医连忙跑进来，只看了眼便摇头，又默默退出去跪着，把殿门关上。赵莲，如果你还顾念着与我的情分，让我和皇上在一起。我不要！杀了他，杀了赵靖的所有儿子、孙女和女人。皇叔，你要杀我，我没有怨言，你饶了我的几个孩子，求求你了。别忘了，你的另外2个女儿还有晋王妃都在本王手上。是，侄儿不敢忘记。这太子投来，本王放了你的儿子和女儿。靖王痛苦万分，把孩子放到地上，满脸是泪地离开寝殿。把刘贵妃葬在最南边，把赵靖埋在最北边，我让他们永生永世再也无法相见。1个时辰后，
成王宣布登基，改国号为嘉隆。大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几个孩子呢？他们已经回王府了。父皇驾崩了，太子可知道？知道。既然知道，你为何还不去杀了成王，给父皇报仇？成王该死！大哥放心，我会亲手为父皇报仇。我可以帮你，我有情报要告诉你，你过来。他靠近赵元景，赵元景耳边忽然听见细微响动，他来不及多想，身体已经先做出了反应，随手一摸，腰间有血渗透出来。大哥，连你也学了老三，背叛父皇，父皇何曾有一丝对不住你们？父皇并无对不起我，我没办法，我真的没有选择。如果我不杀你，成王便杀了我的儿子和女儿。他们还那么小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不管。大哥，我最后叫你一次大哥，不要为你的无耻懦弱找任何借口。如果换作我的儿子被威胁，我会想尽办法杀了成王救他，而不是把刀子对准自己的兄弟。你以为你杀了我，成王便会放过他们吗？元景，你我一向和睦，若非逼不得已，我何曾想害你？可我怎么办？如果我不能杀你，我的孩子就会死啊！拿我的命换你孩子的命。赵元景飞身过去，一脚把他踹飞，怒道：看在你孩子的份上，我先饶你，给我滚远点！若是耽误了大事，你万死难辞其咎。秦王的人马就快到了，他必须与徐虎等暗桩会合，下令开城门。平叛乱，杀贼子，还我大周清明江山！呼声震天，成王这边的人脸色都有点难看，谁也不喜欢被骂是反贼。把人带过来。父亲，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啊？赵叔，你一向自诩光明磊落，如今竟有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女子威胁着。秦王冷冷道：赵莲，你没资格跟我说这句话。父亲，您误会了，根本就不是小叔叔让我来的，他本要让人送我回府，是我自己要求来的。荣月，你胡闹什么？还不赶紧回去！父亲，我听他们说你是为了女儿才会谋反的，你不要为女儿做这种事，女儿真的承受不起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成王也是尴尬。你懂什么呢？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，滚回家去！父亲，女儿求求您了，你别这样。女儿不想让父亲背上反贼的名声。为父做了皇帝，他掌握着天下的一切，才能让你免于你和亲的命运。难道你不感激为父吗？女儿不要这样的感激。虽然女儿也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嫁人，但女儿知道什么是责任。如果父亲真的为了女儿好，求求您收手吧，好吗？没出息的东西，闭嘴！荣月看着城楼上穿着龙袍的男人，忽然觉得往日和蔼慈祥的父亲是那么的陌生。女儿明白了，父亲根本就是自己利益熏心，自己想做皇帝，什么为了女儿的幸福，根本就是借口。荣月，你离开这里！父亲若是不打开城门，女儿就哪里也不去。女儿宁愿去北齐和亲，也不要变成臭名昭著的罪人。成王被这个女儿气得头发昏，他没想到一向温顺听话的女儿今天反应如此激烈，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。